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，理性跟感性都一定会有。所以整个课程呢，它就会先从一个观察着手，他们会先去想说什么样的主题它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很久的，所以当时他们有列出了几个项目出来，好，然后再用这些概念去选他们这个学期要决定的一种水果，好，那最后他们选了椰子这样。我是有迟疑了大概0.3秒，对，因为椰子它是有趣的题目，好，但是我就开始去想说，那他们后面操作的时候会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对，但是那个0.3秒的挣扎就很快就过去了哈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未知的旅程。对，我就觉得，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会发生。课程里面就会带大家去组织这些色票要做排列的时候，它的组织的逻辑、它的顺序、层次有哪一些？从五感体验之后，它就是一个测量，一个基本工具去做环绕，我们就可以找出它这个，如果以这个工具它变成直线的时候，那椰子是多长？结束了吗？美丽的椰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直接先来拍照。好，那转动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因为你们那个尾巴。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课程，就是用牙签去点CMYK 的4色点。那因为这个颜料我是特别先去找比较接近印刷色的广告颜料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实作的过程当中，它可以对印刷有一些概念，让他去体验什么叫 CMYK 的构成，也就是他从观察，然后中间的一些操作的过程，对色彩的认识啊，或者是这个线状的构成，它的整个历程就是他的学习历程。那我们最后要编成一本小书，每个人都一本，然后会做数位的出版跟实际的印刷的纸本的出版。对，那我创造就是一个机会。你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会接触到理性的，比如说刚刚那个说绕这个绳子，它尽量让它做到完美，它就是一个理性的操作嘛，它要考量到它的功能性这一块。对，但是那个感性的部分，我也希望他们是有机会去碰触到的，因为其实他们那时候缠这个线蛮漫长的。因为他花了时间在这个椰子身上嘛，所以他对于这个物件、这个主题本身，他一定会累积他的观察跟感情。对，因为那个他会带入自己的个人经验在里面。对，所以就会听到学生把他过去或者最近的一些感受啊、一些事件啊，就会带进来，附加在这个椰子身上。所以它就是一种理性跟感性，它是不断在交织的一个过程。就你现在观察的。好，有哪一些你的诠释是被剪掉的？有哪些是加上去的？就是它原本有一些坑坑巴巴的痕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像就是伤口一样，然后它后面就是盖住了之后就是抚平了伤痕。哦，你会形容它本来像伤口一样，但是现在伤口被抚平了，很完整的一个样子。OK， 好，来，写原本的字体被剪掉，然后增加的是呈现给社会的样貌。哦，拿去给外面别人看的，是不是？你联想到这件事情，很有诗意的感觉。来后面，对，因为其实高中生他们有时候考试久了吧，他就会说，有没有标准答案这样？那标准答案它就是 A 嘛，就只有一个嘛。对，但其实这个里面，他以后面对的问题，或者是他面对的环境，他就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，让他知道，这些领域不是只是 A 到 B 哦，A 到 B 中间会经历好多事情哦，那你可能要观察很多东西哦，你可能表达的时候你有不同的方式哦，你不是只有一条路径哦，等于他对自己的这种走的路径，他可能会更清楚的去看见这些事情。